妈，我先走了啊。梦想，哎，等我一下，一起走。不自律的人生多可怕！你不用太着急，我有车。你有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在一起工作的新婚夫妇，难道不该甜甜蜜蜜的一起上班吗？有必要演那么全套吗？看什么？要是演全套的话，咱俩应该再生个宝宝。疯了吧你！孩子，结了婚不该有个自己的孩子吗？拜托，要别停，千万别停，别停！他这个人真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。哎，怎么脸色不对劲？是不是没考好啊？行了，班主任不是说了吗？就你进步最大了，一次两次考不好算什么呀？你上次说那个姐姐现在怎么样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你上次说她离开了你们家，住到了学校，是因为你爸爸妈妈对她不好吗？也不是，那会儿我刚生出来，爸爸妈妈当然对我的关心多一点，对她的关心就少一点。听说她跟我爸大吵了一架，就搬了出去。其实我长大以后也挺喜欢这个姐姐的，也劝过她搬回来，可是她说她不愿意介入一个完整的家，真不理解她怎么想的。我能理解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是不是你妈妈要嫁人了？那个叔叔说他还要跟你妈妈再生一个孩子，不要你了。不是这样子的，她和那男的只是名义上的。你妈妈是不是说她跟那个男的只是名义上的结婚，其实一切都不会改变？我爸爸当初也是这么哄我姐姐的。哎，怎么说走就走？瑶瑶最近好吗？你看过她吗？喂，沈总，菲菲今天心情不是特别好，我过来陪陪她。晚上帮我给梦想做点饭行吗？某些人不是说在这个家里有严格的界限吗？行，那我回去了。这次当保姆的钱我会从你的薪水里扣。扣，随便扣，你想扣多少扣多少，行吗？哎，我这里信号不是特别好，一会儿把座机号码发给你。晚上有什么问题马上给我打电话，知道吗？我带着梦想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妈电话。哦。她说什么？她说，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父子之夜。你平时只吃外卖啊？我平时只在外面吃，你可别挑剔啊，这家可不是什么人都给送的。你打算住多久啊？一直住下去。你们是要真的结婚啊？可我妈说你们是在演戏。我们现在跟别人的婚姻有什么区别吗？你们是认真的，要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吗？对，有妻子有孩子，是每个男人的追求。可他不是这么想的，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李泰迪呢。他和李泰迪关系一直不一般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知道，无所谓。你不在乎啊？怎么？你希望我在乎啊？你先吃着，初夏来短信说让我去接他，我们很快就回来。
事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，总之很危险。我已经打了120，你快来。行，我马上就到啊。喂，我进了公园没看见你们啊。啊，你进公园，往北过第3个亭子，左转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一口气说啊？这不是怕你记不住吗？快过来。运动神经不错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刚才的感觉怎么样？你可以自己跑一下试试啊。不是问你这个，我是想问，可能失去初夏和被人欺骗，哪个感觉更糟？今天我就要教你作为男人必须知道的2件事。第一件，要坦荡，有什么担心的说出来，问出来，别以为你在饭桌上套话就聪明，挑拨2句别人就会买单。第2件，对待你最在乎的人，要体谅，而不是伤害。我没有伤害。如果我跟你妈妈是真心相爱的话，你的挑拨就会对她构成伤害。我知道你很矛盾，一方面在意初夏，希望她过得好，可另一方面因为曾经被抛弃过，所以无时无刻都在担心自己会成为初夏的累赘。那天，我当着初夏的面把你的电脑搬进了房间，请她信任你。那么你有没有信任过她呢？摸着你的胸口扪心自问，10年来对你不离不弃的妈妈，真的会因为任何一个男人而忽视你、舍弃你吗？你要做的不是怀疑初夏，而是想想，怎么才能好好的长大，保护她，为她尽力的撑起一片天。这些日子在家里，你对她的态度我都看到了，虽然不坏，可也绝对算不上好。小孩子确实不一定都要活泼可爱，我自己也曾经像你一样，但是适当的哄一哄初夏，想一想做什么她会比较开心，
不是一件难事吧？别忘了她是女人，而我们可是男人。你说完了吗？这不仅是我想对你说的话，也同时是另一个人的希望。梦想，你好吗？我很好。沈叔叔和出嫁阿姨给我找了最好的医生，手术很顺利，我不久就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。其实这半年来我也很痛苦，很难过，但是现在我已经接受了那场意外，并且相信自己能回到以前的生活。沈叔叔说你现在学习很刻苦，真替你高兴，希望1年以后我们在一中重聚。对了，你对你妈妈还是那么冷冰冰的吗？其实你的世界里只有她，为什么不敢表达出来呢？